1986年，一个名叫小岛秀夫的年轻人正趴在科乐美神户分室的办公桌上，听着自己被驳回的第3个游戏提案。这个曾经在大学期间靠打麻将和积极度日的经济学逃兵，此刻正经历着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信任危机。当他试图把大逃亡式的逃狱游戏概念画在纸上时，前辈只扫了一眼就冷笑 ：MSX 机能连子弹都画不出，你想做电影一样的游戏吗？但正是这种硬件设计催生了游戏史上最经典的嵌入玩法合金装备。而在2年后的1988年，小岛秀夫带着更疯狂的念头卷土重来。如果把动画电影的叙事野心塞进游戏里面，会诞生怎样的怪物呢？答案就是这部至今仍被赛博朋克爱好者奉为圣经的《掠夺者》，一款用文字和像素提前37年预言人类信任危机的神作。親父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は、みんな心配してくれるんですけど、結構なんでしょうね、孤独感を抱えて生きてた時期がありまして、実はですね、親父が死んだからゲーム業界に来れたというのは正直あります。1991年的莫斯科切尔顿研究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轰然炸响，秘密研发的终极武器露西亚阿尔法发生了泄露。刹那间，生化危机犹如死神的镰刀，席卷东欧各国。欧亚大陆80%的土地沦为炼狱，看起来背景故事借鉴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世界1半的人口在这场浩劫中消逝。这场被载入史册的大惨事，看似是噩梦的终结，实则是更大危机的序章。只能料到50年后，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化危机才刚刚拉开帷幕。时间来到2042年的12月，新神户市的街头寒风裹挟着未知的恐惧。其中新神户市的名字看起来就是来源于此时小岛工作所在的神户市。在这时，一种前所未见的神秘生命体——生化机器人掠夺者突然现身。他们国籍成谜，目的不明，如同鬼魅般穿梭在城市的角落。这些家伙简直是伪装大师，裹着几乎能以假乱真的仿真皮肤，不仅能够模拟出血流汗，甚至连体温和心跳都惟妙惟肖。他们悄无声息地杀害人类，然后取而代之，像病毒一样渗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你根本无法分辨身边的人究竟是正常人类，还是披着人皮的机械怪物。这种防不胜防的恐怖让人不寒而栗。咱们的主角基利安，男，31岁，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3年前，他和妻子杰米在西伯利亚中立领土被搜救队救出，然而那场灾难似乎带走了他们的记忆。2个人如同迷失在时间长河的孤舟。2年前，他们无奈分居。如今，基利安在军中接受特殊训练后，成为了一名游骑兵，被分配到神户市，而他的任务就是与这些神出鬼没的掠夺者展开生死博弈。游骑兵总部这个看似坚实的堡垒，实则暗藏玄机。局长班森、机械师哈利、接待员米卡、搜查员吉普森加上基利安，5人组成为对抗掠夺者的核心力量。总部里的智能电脑高迪就像团队的大脑，而机械师哈利研发的机器人助手合金装备更是基利安不可缺少的伙伴。可别小看这个小家伙，他虽然没有武器，但功能强大到超乎想象，舰长探测、分析记录、通信支援样样精通，而肩负着游戏中超有创意的保存和照明功能，简直是神队友。基利安刚上任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搜查员吉普森在 M 地区的工厂遗迹追击疑似掠夺者的男子，请求支援。于是基利安带着合金装备，驾驶着能在地面行驶、气垫行驶和高速飞行的3轮机动车，风驰电掣般赶往现场。那座破旧的老工厂宛如一个沉默的巨兽，散发着阴森的气息，建筑构造满是岁月的痕迹，一看就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如今已被遗弃，荒凉的连人影都看不见。就在基利安踏入工厂的瞬间，一声凄厉的男人惨叫声划破死寂。合金装备迅速探查，显示出工厂内有多个洞体反应目标。基利安警惕的前行，很快发现了吉普森的领航员小约翰早已损坏不堪。而当基利安找到吉普森时，眼前的景象令人痛心疾首。吉普森倒在血泊中，右手死死握着一撮头发和疑似犯人皮肤组织的东西。合金装备立刻对这些线索进行分析，得出惊人的结论：犯人是一男一女，都是欧洲人种。更关键的是，从吉普森胃部的残存物中发现了鲸鱼肉，由此可以推断，他曾在3小时前食用过鲸鱼料理。这看似普通的线索，却成为后续调查的关键突破口。
基利安在工厂里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突然，门边似乎有人刚刚经过。就在他寻找失踪者时，危险悄然而至。小约翰竟然被安装了定时炸弹。情绪一发之际，基利安和合金装备拼命逃跑。然而，在即将逃离爆炸范围时，合金装备突然出错，无法移动。关键时刻，基利安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抱起合金装备冲了出去。之后的工厂瞬间被爆炸吞噬。即使过去将近40年，回看这段剧情，从日化描写、镜头调度，已经看得出来小岛秀夫导演电影的功力不俗了。不仅如此，这场惊心动魄的爆炸戏码，细节处理堪称一绝。当基利安听着滴答声寻找定时炸弹的位置时，游戏巧妙地模拟出了耳鸣效果。因为游戏设计者预测玩家会为了听清声音而调大游戏音量，所以角色在调大音量之后耳鸣了。是的，这款游戏是有全程的配音的。于是玩家听到了基利安与合金装备说话时的声音，仿佛也变得模糊低沉。这是定时炸弹。等爆炸脱险之后，声音也恢复正常了。可恶，该死的掠夺者！没关系，现场的证据和状况都记录下来了。是的，这款游戏不仅有出色的画面表现、镜头调度，还有几乎全程的真人配音，再加上这样耳鸣的细节设计，这种与玩家互动的沉浸式体验，在20世纪90年代简直是神来之笔。死里逃生的基利安与合金装备回到总部，却遭遇了一场情感风暴。届时哈利烂醉如泥，情绪崩溃，对了基利安大发雷霆，埋怨他没能救下吉普森。基利安满心自责，默默承受着指责。好在合金装备理性的为基利安辩解，最终哈利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向基利安道歉。这场冲突不仅展现了角色间复杂的情感纠葛，也让我们看到了团队在压力下的脆弱与坚韧。在短暂的休整过后，基利安开始深入调查。他使用在吉普森身上搜获的钥匙打开了抽屉，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电脑软盘，还有治疗胃病的药片。奇怪的是，胃不好的吉普森为什么会在生前吃难以消化的鲸鱼料理呢？在吉普森的大衣里面，基利安还找到了一枚棋子。在总部，基利安还安慰了伤心的接待员米卡，米卡则关心地询问现在他和妻子杰米的关系相处得如何。这是小岛秀夫经常在作品中出现的温情日常时刻，让我们感受到游戏人物在主线任务之外，也是拥有喜怒哀乐的血肉之躯。回到家，基利安与杰米进行视频对话，轻松幽默的互动，又有小岛游戏中常见的色色桥段。之后回到总部，在哈利的桌子上发现了他所喝的酒瓶，上面还有一串神秘的暗号。用这个暗号打开视频电话，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中国男人，他要求对暗号。基利安一头雾水，但凭借敏锐的直觉，他迅速前往智能电脑高迪那里查询线索，终于得知了暗号与拿破仑有关。这位神秘的拿破仑究竟是谁？他又为何要与基利安对暗号呢？谜团越来越大，基利安决定一探究竟。基利安首先来到了搜查员吉普森的家中，见到了吉普森已经成名的演员女儿凯瑟琳。进门之前，凯瑟琳竟然询问了2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一个是父亲吉普森的年龄，还有凯瑟琳自己的3围。虽然这个问题很无厘头，但在掠夺者横行的世界，这种谨慎的安全问题却显得无比合理。基利安怎么会知道吉普森的年龄呢？其实，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回到总部，在人工智能电脑高迪的帮助下，就能获取这些信息了。因为吉普森的女儿呢，已经是成名的演员了，所以她的很多隐私信息都是公之于众的。再加上我们主角基利安对于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活泛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能够记住这些信息，应该也是情理之中吧。基利安顺利通过测试后呢，进入了吉普森的家中，在他的卧室书房里面找到了一台电脑，将搜查到的软盘插入电脑中，大量关于掠夺者的关键线索喷涌而出。原来掠夺者经常在冬天和夜间现身，是因为他们不完全的人工皮肤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会引发皮肤癌。这一弱点成为了辨别掠夺者的关键，而且掠夺者过去一直潜伏在雪山生长的地区，所以在他们出现的现场，人们往往会因为花粉过敏而出现喉咙痛、打喷嚏等症状。更惊人的是，原本吉普森已经发现了掠夺者进行皮肤保养的医院，
基利安随后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未经使用的紫外线防晒霜，上面贴着 Joy Division 商店的贴纸。这个线索将他引向了新的调查方向。最后，基利安来到了与拿破仑约定的地方阿尔塔米拉市。此时正值圣诞节，街道上却弥漫着紧张的氛围。他终于见到了神秘的拿破仑。这个家伙穿着一身隐蔽的服装，造型酷似赛博朋克世界里的神秘客。人物在游戏中的形象是一个中国人。基利安花了大价钱从拿破仑口中得知，金神户市售卖鲸鱼料理的地方是一家名为世外天堂的 cosplay 店。想进入店内需要特制的面具。基利安在阿尔塔米拉城市广场的广播牌上发现了之前在防晒霜上看到的 Joy Division 的商店名称，发现了超市的电话。他尝试拨打了视频电话，但却发现没有信号。原来这是一家黑市。在视频对话的另一头，客服热情地介绍这里无需身份证明，什么都能买得到，甚至大方地公布了自己的地点。如此嚣张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基利安随后就来到了黑市这里，在这里不仅售卖着防晒霜，还有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物品。在与店家的沟通中得知，想要进入世外天堂，就需要从这里购买特制的面具，从商家手中提供的2个样式之中选择1个购买。之后，基利安来到了世外天堂的外面，戴上面具，基利安顺利进入了世外天堂。这是一家充满2次元风格的化妆酒吧，顾客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有扮演异形的，有 cos 星球大战机器人的，还有蒙面超人，简直是一场奇幻的狂欢派对。但是基利安无心欣赏，他的目标是找到与掠夺者有关的线索。他找到了舞台正中央正在表演的伊莎贝拉，向他询问吉普森的情况。很幸运的是，伊莎贝拉对吉普森是有印象的，他详细描述了与吉普森见面时那个人的特征。于是基利安迅速回到总部，利用智能电脑高迪合成了模拟照片，锁定了2位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根据描述来匹配照片的小玩法，这很像是你画我森的原始版本。除了感受到游戏掠夺者中不断涌现游戏玩法的信息之外，其实还体现了小岛秀夫游戏的一个特点。在小岛风格的游戏中，游戏的玩法往往是为游戏服务的，是在游戏之后诞生的。就像是死亡搁浅这样送快递的玩法，我想是小岛先有了游戏的电影化故事模型，先有了练级的概念，之后才想到送快递的玩法。说回游戏，第一位嫌疑人叫伊万，相似度有70%，职业是冲浪手，同时还是一名黑客。基利安顺势来到了伊万居住的贫民区，这里一片破败，大量无家可归的人挤在一起烤火。基利安从他们口中打听了伊万的家，过程中还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一位因目睹高层的黑暗而心灰意冷放弃工作的系统工程师，一位疑似非法入境准备在这里找新工作渴望新生活的人，还有被家人和公司嫌弃的可怜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惨故事，而掠夺者的出现更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基利安强行进入到了伊万的房间，正对面发现伊万正拿着一把黑市便宜的手火枪与他对峙。基利安迅速打掉了伊万的枪，伊万受伤并且被吓晕了。基利安仔细地搜查房间，发现伊万的皮肤上面并没有癌化的迹象，他只是被晒得很黝黑。浴室里面也没有同款的防晒霜，但是在伊万的充气滑板的夹缝中，基利安发现了超级致幻剂液体天空。原来伊万喜欢暴露在紫外线下进行冲浪，而紫外线是掠夺者最讨厌的，所以他基本可以排除是掠夺者的嫌疑。后来总部也发来了扫描证，对伊万进行了面部扫描，确定他是人类。第2位嫌疑人是弗雷迪·尼尔森，相似度是65%，目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妻子丽萨25岁。基利安来到了弗雷迪居住的冈本公寓，这里显得十分高级。他多次敲门，核心装备测试里面有生命反应，但是却无人回应。直到基利安表明自己是游骑兵，丽萨才打开门。进入房屋后，发现弗雷迪·尼尔森并不在家里。通过与丽萨的交谈，弗雷迪·尼尔森刚刚出去。虽然丽萨在交谈中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基利安敏锐地察觉到了弗雷迪有重大的嫌疑。丽萨似乎对很多事情都有刻意隐瞒。随后，基利安在房间里发现了克林姆林宫的地图，而他在调查浴室时，竟然找到了与之前线索中同款的防晒霜。丽萨见到事情败露，露出了真面目。一场激烈的战斗随即展开，基利安凭借精湛的枪法击败了丽萨。基利安通知其他人接收丽萨的尸体之后就离开了公寓，但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基利安在外面看到公寓的灯又亮了起来，明明基利安刚从房屋里出来，一直守在门口，却不见有人进出。于是基利安再次强行进入公寓，合金装备警告这里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但却苦找不到弗雷迪的踪影。更奇怪的是，浴室原本满的水现在空了，而就在基利安查看镜子时，突然被弗雷迪劫持。在这样背身的情况下，基利安无法射中弗雷迪。在关键的时刻，神秘人现身，他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迅速击败弗雷迪，救下了基利安。神秘人自称自己是少年猎人，他的名字叫做老达姆。老达姆告诉基利安，掠夺者癌化的皮肤需要在特定的医院进行维护，只要端掉这个医院，就能够重创掠夺者。他还暗示基利安，他已经调查到了重要的线索，最后便神秘离去。基利安回到总部调查老达姆，却发现他的一切记录都是假的。这个神秘人究竟是敌是友？事情的发展又会如何呢？由于时间关系呢，第一期视频就先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